七国之乱是汉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诸侯王叛乱。那么，此次叛乱的平定过程是什么样的？反叛的诸侯王又都是怎样的结局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汉景帝错杀晁错及七国之乱的平定过程。公元前154年，即汉景帝3年，吴王刘濞联合了楚王、赵王、济南王、淄川王、胶西王、胶东王，以清君侧、诛晁错的名义发动叛乱，史称七国之乱。其实原本应该是九国之乱，可在发兵之前，济北王刘志被郎中令给劫持了，无法参与反叛。齐王刘江驴则突然间反悔了，也退出了反叛。胶西王刘昂便通知刘濞，让吴楚联军先行出兵。他们齐地的几个诸侯王先联合起来灭了齐国，然后就前来与吴楚联军会师。于是刘濞便从吴国起兵，将粮仓安置于淮南的东阳，率军西渡淮河后与楚军会合，然后便一起进攻梁国。梁王刘武是汉景帝刘启的亲弟弟，所以抵抗意志十分的强烈。可吴楚联军人多势众，经过轮番的猛攻后，终于在吉壁打败梁军，梁军只好退守都城睢阳。此时汉景帝和晁错都彻底慌了，他们没想到削藩的后果会如此严重。汉景帝问晁错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晁错竟然让皇帝御驾亲征，他自己留守京城，汉景帝也是无奈了。这时袁盎就对汉景帝说，叛军打的是清君侧、诛晁错的口号来反叛的，只要你下令杀了晁错，复还诸侯的故地，则兵刃之灾可立即化解。于是慌乱之下的汉景帝居然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，下令将晁错及其家人全都给斩杀了，然后封袁盎为太常，去找刘濞谈判。可当袁盎来到梁地，要和刘濞谈判的时候，刘濞却认为汉景帝软弱无能，立即就自称东帝，与西汉政权彻底决裂，连袁盎的面都不见，还差点将袁盎给杀了。当袁盎灰头土脸地逃回长安后，汉景帝才意识到他错杀了晁错。见谈判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汉景帝这才下定决心，只能用武力镇压了。此时他想到了汉文帝临终前对他说过，如果国家有难，可用周亚夫。周亚夫是刘邦的老臣周勃之子。于是汉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，去迎战吴楚联军，然后又派郦商之子郦季领兵去攻打赵国，派栾布领兵去攻打齐地，窦婴则率军驻守荥阳，阻止齐赵两地的兵力支援刘濞。布置完毕，周亚夫便率领36名将军及30万大军从灞上出发。为了防止刘濞在崤山的狭窄地带埋有伏兵，他采用了赵奢的建议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然后出其不意地来到了洛阳。到了洛阳后，他又率军前往昌邑。从昌邑到梁国的都城睢阳，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。而此时睢阳城里的刘武正在艰难地抵抗着吴楚联军。他得知周亚夫已经率领大军到达昌邑后，便立即向周亚夫求救，可周亚夫却不派一兵一卒。梁王再次派人求援，周亚夫还是拒不发兵。刘武心急如焚，又赶紧给哥哥刘启上书请求支援。汉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赶紧发兵救梁，可周亚夫却表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继续按兵不动。梁王无奈，只能让韩安国和张宇等大将继续率军拼死抵抗。周亚夫之所以不去救援刘武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正面与吴楚联军决战，会造成很大的伤亡，而且还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而他却有更好的策略击败刘濞。就在吴楚联军与梁军僵持的时候，周亚夫已经秘密地派出了一支精锐骑兵南下，夺取了泗水通往淮水的入口，成功地截断了叛军的粮道。这下刘濞彻底傻眼了，如果分兵去救援粮道，则梁国就一时无法得手了，等到汉军的援军一到，前面的进攻就都白费了。可如果不去救援粮道，他30多万的将士就有断粮的风险。最后刘濞决定继续猛攻梁国，只要能拿下睢阳，那么梁国的粮食就都是自己的了。然而刘武却凭借着坚固的城池拼死抵抗，吴楚联军依然无法攻下。于是刘濞决定调军北上，转攻昌邑的周亚夫。
周亚夫得知后，也立即率军去迎战刘弼，两军在下邑会面了，准备开始决战。然而到了下邑后，周亚夫却坚守壁垒不出，他命令将士们，任何人不得妄自出战。刘弼这才反应过来，周亚夫是要和他打消耗战，可他已经粮草紧张，消耗不起了。于是他决定兵分两路，主动出击。首先，他派出一路大军攻打周亚夫的东南阵地，又使周亚夫派出精锐前来迎战。然后，他将自己的精锐之师偷偷地挪到了汉军的西北阵地，准备从这里趁虚一举杀入汉营，击败汉军。然而，他的计谋早已被周亚夫识破。刘弼的佯攻部队到达东南阵地时，周亚夫命令所有将士只可坚守，不得出击。当刘弼的精锐之师偷偷地来到西北阵地时，才发现周亚夫早已在此严阵以待了。于是刘弼也不敢贸然进攻。可此时吴楚联军是打也打不动，撤又不能撤，更重要的是粮草已彻底断绝了，很多士兵被饿死，军心便开始溃散，大量士兵开始叛逃。周亚夫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他果断下令让汉军全面出击，向吴楚联军发起总攻。刘弼见情况不妙，丢下楚王刘戊，独自带着几千人向东南方向逃走了。楚王无奈，自杀而死。至此，吴楚联军变得群龙无首，纷纷地放下武器投降。刘弼则一路南逃，渡过长江后到达了丹徒。在这里，他又收集了1万余名残兵败将，准备据江而守。结果还没来得及整顿防线，就被追上来的汉军给冲垮了。刘弼只能继续南逃，向东越王请求支援。可周亚夫早已派人对东越王威逼利诱，并贿赂了他。于是东越王便假装答应给刘弼借兵，让他前来劳军。等到刘弼一到，让早已埋伏好的杀手立即砍下了刘弼的人头，然后用快马将刘弼的人头送往长安。至此，吴楚联军彻底失败。再来看其他几个诸侯王。齐地的几个诸侯王先是联合起来攻打齐国，结果就一个临淄城，他们却打了2个月都没能打下来。等栾布率兵赶到，他们便被一击而溃。几个诸侯王也都纷纷地逃回了自己的封国，最后竟被各个击破。参与反叛的诸侯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，还没走出齐地，反叛就被平息了。赵王刘遂则异常的顽固，他联合了匈奴一起对付汉军，致使骊骑久攻不下。等栾布搞定了齐地后，也移师北上支援骊骑。匈奴知道后便主动撤走了，只剩下了刘遂独自迎战。于是栾布便引水灌城，刘遂兵败后自杀身亡。至此，历经了3个多月的七国之乱彻底被平定了。从此，诸侯王的势力再也无法强大起来，使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走向巩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在平息七国之乱的过程中，功劳最大的当属太尉周亚夫和梁王刘武了。那么，他们2人最终又是怎样的结局呢？刘彻作为汉景帝的第10子，又是如何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王氏2婚生下刘志及汉武帝刘彻登基。窦漪房只生了3个孩子，分别是汉景帝刘启、梁王刘武以及长公主刘飘。老话说，老儿子、大孙子、老太太的命根子。窦太后对他的这个小儿子刘武是相当的宠爱，赏赐给他大量的财物，刘武便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。他还到处的驰马狩猎，排场之状，胜似天子。国土更是达到了40多个县，府库的金钱、珠玉、宝器等比京城的还要多。七国之乱的前1年，刘武入朝，刘启与弟弟饮酒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：“等我100年之后，就把皇位传给你。”刘武虽然表面上谦虚的推辞，可在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。窦太后知道后，也非常的高兴。那么，刘启为什么要将皇位传给弟弟呢？他是没有儿子吗？事实上，他不仅是有儿子，而且还非常的多。刘启一共有14个儿子，分别由6位妃子所生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一个是皇后生的。他的皇后是由他的奶奶薄太后给他挑选的博士之女。
薄太后就是当年魏王豹的妃子，后来被刘邦宠幸了一次后，就生下了汉文帝刘恒。但这个博士却一直没有儿子，所以刘琦也就一直没有立太子，这就给了窦太后和刘武希望。但后来刘启却反悔了，也有可能他压根就没有当真。总之，七国之乱的第2年，刘启就立了庶长子刘荣为皇太子，这让刘武暂时打消了念头，却给了刘飘希望。长公主刘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荣，希望她日后能成为皇后。不料刘荣的母亲骊姬因为讨厌刘飘，就断然地拒绝了这桩婚事，这让刘飘十分的恼火。然后他就去拉拢刘启的另一个妃子王志。王志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，比她更不简单的，那就是她的母亲臧儿。臧儿本是名门之后，她的爷爷就是当年刘邦分封的诸侯王之一燕王臧荼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刘邦2月称帝，臧荼10月就发生了叛乱。从此臧儿便家道中落，嫁给了怀里一个名叫王仲的平民，生下了1儿3女。儿子名叫王信，女儿分别是王志和王茂许。王仲死后，臧儿又嫁给了长陵一个姓田的人家，又生下了2个儿子，分别是田汾和田胜。等王志长大后，臧儿就把她嫁到了金王孙的家里，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，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金俗。一切的变化又是从一次相面开始。给王志相面的是一个名叫姚翁的相士，他告诉臧儿，王志是个大贵之人，看他的面相，是个将来可以生下天子的女人。臧儿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就把王志从金王孙的家里给强行的接了回来。然后他又托了很多的关系，把王志送进了太子的宫里，成为了太子刘启的女人。金王孙原本是非常愤怒的，但他得知已将王志送给了太子，他也就没了办法。没想到的是，二婚的王志还非常的受刘启的宠爱，没多久就被封为了美人。之后便接连的生下了3个女儿。当王美人再次怀孕的时候，她就对刘启说，她梦见太阳钻进了自己的腹中。刘启听后非常高兴。而且更巧的是，刘启也做了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的爷爷刘邦对他说，这次生下的儿子就给取名叫雉。雉在古代是指猪的意思，直到现在的关中人还是把猪发成雉的音。后来王志生下的果然是儿子，即汉景帝的第10子，取名为刘雉。王志的身份也从美人升为了夫人。同时王志还把自己的妹妹王茂许也推荐给了刘启，也成为了刘启的妃子。在刘启的14个儿子当中，王志只生了1个儿子，而他的妹妹王茂许竟生下了4个儿子。但他们都只是刘启的庶子，排行也不靠前，太子之位也轮不到他们的头上。公元前153年4月，庶长子刘荣被正式立为了皇太子。本来是个非常好的事情，可刘荣的母亲却偏偏得罪了长公主刘飘。立即拒绝了刘飘的提亲后，刘飘便去找到了王志，想把女儿嫁给当时只有4岁的刘志。接下来便有了金屋藏娇的故事。之所以说是故事，是因为在正史里并没有记载过，但因为流传甚广，还是需要介绍一下的。说有一天，刘志到姑妈家去玩耍，姑妈刘飘就把他抱在腿上逗他，指着周边所有的侍女，挨个问刘志想不想让他们做你的妻子呢？刘志都说不要。最后刘飘才指着自己的女儿陈阿娇问刘志，那让阿娇做你的妻子好不好啊？4岁的刘志便笑着说，若得阿娇为妇，当作金屋住之也。于是刘志便与陈阿娇定下了婚约，刘飘和王志也就站到了同一个阵营。此后刘飘便经常在弟弟刘启面前说骊姬的坏话，同时还不忘称赞刘志。有一次刘飘对刘启说，骊姬经常让宫女们用巫术诅咒和唾骂皇帝所喜爱的妃子们。刘启听后便对骊姬产生了厌恶之心。再后来刘启生了一场大病，面对前来探望他的骊姬，刘启就想把儿子们都托付给他。于是便对骊姬说，等我100年之后，你可要好好的善待其他的妃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啊。没想到骊姬非但不答应，还口出恶言，这让刘启对他是彻底的失望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废太子的打算，因为太子是国本，轻易是不能动的，
而且窦婴和周亚夫两个重臣又都是太子的死党，所以他不得不谨慎地考虑。这时，刘荣当太子已经2年多了，没有生育的薄姬如果继续做皇后，就有点不合适了。于是，公元前151年秋，薄皇后被废。这时，王志就偷偷地指派大臣给刘启上奏，请求皇帝立即册封骊姬为皇后。这让汉景帝更加的气愤，因为给他上奏的官员是大行令，是掌管跟诸侯王有关事务的，而册封皇后这等事务跟大行令毫无关系。所以汉景帝就觉得他之所以甘心出面，必定是受了骊姬的指使，于是就对骊姬的不满终于到达了极限。他立即下令处死大行令，并彻底地疏远了骊姬。公元前150年正月，刘启正式废掉了刘荣的太子之位，改封他为临江王。这样，太子之位就再次出现了空缺，窦太后和刘武也再次地燃起了希望。刘武便以探望母亲为名，立即来到了长安。窦太后也摆下了宴席，再次提醒刘启让他传位与刘武。刘启无奈，便找来了袁盎商议，袁盎便带着10几位大臣去劝说窦太后。他首先问窦太后，如果立了梁王为帝，那么梁王100年之后，帝位该传给谁呢？窦太后说，那当然是在传给刘启的儿子。袁盎便说，太后应该也听说过春秋时期的宋宣公吧？宋宣公也是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宋穆公，宋穆公死后，也确实是将王位传给了哥哥宋宣公的儿子。可他自己的儿子却说，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于是便杀了宋宣公的儿子自立。就这样，宋氏最终是祸乱5世而不绝啊！太后是想让历史再重演吗？从此，窦太后再也不提立刘武为太子的话了。公元前149年4月17，王美人被封为皇后。4月29，7岁的刘志被册封为太子，同时汉景帝也为他改名为刘彻。刘武知道后，就对袁盎等人非常的怨恨，于是他便与杨胜和公孙轨等人暗中谋划，派人去刺杀了袁盎等10多位大臣。刘启大怒，命人前去调查。调查的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地指向了梁王刘武。最后，刘启虽然没有处罚刘武，但也从此开始冷落和提防着他。公元前144年的冬天，刘武入京朝见，他请求可以在长安城多留些日子，却被刘启断然拒绝。刘武回到封国后便闷闷不乐。6月中旬得了热病，6天后便因病去世了。再来看周亚夫。七国之乱的2年后，周亚夫被升为了丞相，但他当年不去支援刘武，刘武一直怀恨在心，经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，窦太后也就对周亚夫没什么好印象。周亚夫又是太子刘荣的死党，所以也就成为了王志和刘飘的死敌。有一次，窦太后想封王志的哥哥王信为侯，却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拒绝。再后来，匈奴的5个将军想归顺汉朝，汉景帝非常高兴，想封他们为侯，结果再次被周亚夫拒绝。汉景帝很不高兴，强行将匈奴投靠过来的5个人给封了侯。周亚夫就托病辞职，刘启也就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可周亚夫告老还乡后，他的儿子就偷偷地买了500副甲盾，准备等他死后给他陪葬，结果却被人告发谋反。汉景帝让人调查周亚夫的时候，他自己还并不知情，也就不可能好好的配合。于是负责调查的人就以为他是在赌气，如实汇报给了汉景帝。汉景帝很生气，又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去审理。周亚夫实在是无法忍受如此的屈辱，便开始绝食抗议，5天后吐血身亡。公元前141年的正月17，刘启的病情越来越重，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便强撑着病体，为太子刘彻主持了加冠典礼。10天后，刘启病死于未央宫，享年48岁，葬于阳陵。后人对他也是褒贬不一。苏辙曾评价他心胸狭隘，薄情寡恩，毫无容人之量，没法跟他的父亲汉文帝相比。史记评价他天下熙然，大安殷富。不管怎样，他在位期间经济繁荣，人民富足。他谨慎用刑，轻徭薄赋，倡导节约，与汉文帝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。
至此，汉景帝走完了他的一生。他去世后，太子刘彻即位，即汉武帝。从此，大汉王朝便开启了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时代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